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将展开大概有3到4个这种专门讨论 AI 的视频的一个系列。那我们频道如果是 follow 我们很久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大概都是以这个 Web3 为主，但是呢也都是从这个科技的角度去出发，讲解 Web3 相关的一些概念。那最近呢这个 AI 也相当的火，然后那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这个媒体上的各种炒作呀，我们觉得就是以这个技术出身的背景，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也经常用 AI 去做一些应用模型，然后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都会用到，所以以前在学校也是去花了很长时间都学习过，所以就是觉得有些炒作呢就是比较不理性，而且我觉得像这个生成式 AI 的出现，它也不是一个突然就从无中生有的过程，然后它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时期才发明出来，或者说公众于世。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视频，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理性以及客观的这么一个角度，大概呢从 AI 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它的一些技术原理，然后再加上目前这个生成式 AI 它的一些分析，以及它的未来会对我们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改变，以及我们如何该去利用这个 AI， 然后提升我们工作的效率。还有呢，我们也会最终讨论一下这个关于 AI 与 Web3 和 Crypto 的一些结合。那之前可能在我们其他的视频里也讲过，包括像 AI 它其实已经有好多是应用在 Web3 的一些项目中主要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是去讲一下 AI 的一个技术原理以及它的发展历史对，然后在下一个视频呢我会去大概讲一下这个生成式 AI 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分析，然后以及现在它的这个市场的概况是什么样，有哪些公司在去做各种方面的这些应用。然后呢再往下期的一些视频会由 Gary 来发布，然后最后我们会再讲一下 AI 与 Crypto。 OK， 那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先开始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也就是我们先讲一讲这个 AI 的历史。那其实 AI 最早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最早的根吧，它的一个根本是要去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Can machine really think， 那就是机器是否可以思考。那这个其实是最早的时候随着工业的发展，然后很多科学家是对这种就是机器是否可以替代人思考，或者说有类人的这种智慧问出了一个问题。那其实 AI 呢算是这个一个在这个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下面的一个 subset， 一个领域，然后主要是来去研究这个 machine driven intelligence， 也就是机器带动的这种智能。那机器呢通过这种外界的这个数据，然后模仿人的这种认知，然后对世界逻辑然后等进行这种处理理解，然后去挖掘以及学习。那在早期年间呢，这个对于 AI 的思考大多起源于这个哲学家、数学家以及逻辑学家，然后他们认为呢，这个人类的思考过程是可以被这种机械的转移。那比如说这种就是符号然后以及不同表达的方式以及规律，也就逐渐形成了这种计算机的发明。那最早的时候，这个在1950年的时候呢，这个 Alan Turing， 也就是艾伦图灵，然后英国的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在1950年的设计的这个叫著名的这个图灵测试，那 Turing Test， 他这个主要测试用来衡量一个机器是否可以模仿人类的行为，然后到这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人类分不出是人还是机器的这么一个程度。那简单来说，就是对这种机器是否可以思考、有意识以及其能力的衡量测试。那随后呢，到了1956年的时候，这个 John McCarthy 在一个达特茅斯的一个夏季会议上呢，第一次使用了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词，然后从而 AI 这个学科呢与研究的领域就正式诞生了。在1956年的时候，那50年代呢，实际是 AI 蓬勃发展的几年，然后呢 AI 相关的这个计算机程序也有很大的进展，
包括还有这种 AI 下棋的算法等等。那1959年的时候呢，这个 Arthur Samuel， 然后他命名了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机器学习这个 term， 从而我们有了 AI 和这个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这两个概念，其实在1950年代就开始发展。那这个词呢，主要是用来描述当时通过这个给计算机编写程序，然后让这个机器学习下棋，然后并打败这个编写这个程序的这个人类，然后之后来命名的，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那50年过去以后呢，我们到了1960年，那 AI 的发展呢，随着科技与这个研究的进步，也有了更多的应用以及创新。那新的编程语言被发明，然后初期的这个机器人与自动化也衍生出来了。并且呢，关于 AI 的科幻电影和小说也是随之传播至这个大众的这个目光下。那1961年呢，这个 George 一个叫 George 这个 Devil 的人发明了一个 Unimate 这个工业机器人，然后这个工业机器人呢是第一次上了这个通用汽车的这个生产线上，然后并帮助这个工人去进行部分的一个焊接工作。那在1965年的时候呢，计算机学家这个和教授叫 Joseph 开发了这个可以与人类通过这种电脑程序对话的这个 Eliza， 也就是相当于第一个这种 chatbot。那他创造了这个 Eliza 的本意呢，实际上是为了证明人类与 AI 的这个沟通将会是肤浅无用的，但是呢，他反而发现这个 AI 能够继承拟人的这些特征，然后可以像人类的这种对话方式一样去共同的思考。那可以说这个 Eliza 其实就是有点像最早的这个 ChatGPT 啊，然后它也可以说这个 Eliza 是最早对这个自然语言分析的这么一个探索，也就是 NLP。随后呢，1966年时呢，这个Charles Rosen 发明了第一个这种 mobile robot， 也就是可以移动的这种机器人，叫 Shaky the Robot。然后呢，这个机器人被称为first electronic person， 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子人。那这是1960年代的一些进展。那到了1970年呢，这个机器人与这个自动化得到了一些快速的发展，但是呢，因为当时对于 AI 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一些落地，然后以及当时社会以及对当时的社会有产生巨大的一些贡献，那美国政府呢对 AI 方面的研究呢就支持了这个减少，所以 AI 并没有特别大的突破。那1970年的时候，这个日本早稻田大学创造了第一个这个拟人的机器人，叫 Wobot。那拥有这个类人的这种四肢，以及可以简单的与人沟通和交流。那我们来到1977年的时候，那星球大战上映了，就 Star Wars 然后其中呢有一个类人机器人叫 C3PO， 然后另外一个叫这个是跟谷歌现在这个操作系统 Android 很像，叫 R2D2。那这两个都是当时就是类似于人们对 AI 的那种想象和机器人的一个概念的生成。那1979年的时候呢，这个斯坦福大学开发了这个叫 The Stanford Card。然后呢，这个斯坦福小车机器人它装置了这种摄像机，然后去识别路况，它成功的在这个一个不规则堆满椅子的一个房间里，就是从头穿到了尾。然后呢，这也算是就是自动驾驶的最早的一个范例。那1980年代呢，这个来到了一个叫 AI 的 Winter 吧，算是，然后也是算一个 AI 的寒冬。不过呢，这个80年代的时候也有一些进展。那1980年的时候，日本早稻田大学又创造了这个叫 Wobot 2， 也就是从 Wobot 1来的这个另外一个机器人升级版的。然后这个机器人呢是不仅可以与人交流，当时还可以同时弹奏这个钢琴。然后呢，1981年的时候，日本的这个国家贸易与工业部算是，然后他拨款了8.5个亿美元来当时支持这个机器人的开发与研究。那到了1986年的时候呢，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第一次就是研究了一款可以自动驾驶的面包车。然后呢，他们将这些就是摄像机传感器安到了这个van上，然后它成功的可以去这个就是在没有人的路上，然后走来走去的，就是开在多少65 mile 以上吧，我记得是当时，然后没有驾驶员这样的。那1988年的时候呢，这个计算机与哲学家叫 Julia Pearl， 那他发表了这个 probabilistic reasoning intelligence system， 也就是
随后发明了这个贝叶斯网络。那其实可能是对数学比较了解的朋友们和概率都知道贝叶斯网络的发明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是基于这个 directed acyclic 这个 graph， 那 DAG。那这也是在数学和统计学上以及概率学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那其实随着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然后概率等等这些的发展呢，人类对数据以及模型有了更深的一些了解。对，那时间到了1990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计算机、互联网的进步呢，其实为 AI 带来了更多的发展与研究。那1995年的时候，计算机科学家 Richard Wallace 他发明了这个chatbot 叫 Alice。那这个 chatbot 其实是受之前的这个 ELIZA 的发明的一个启发，然后呢，增加了更多自然语言处理的这种数据能力。那1997年的时候呢，这个计算机学家这个 SAP 和塞普，然后和这个Jürgen I don't know like 就是 probably 就是 German 两位计算机科学家共同发明了这个 LSTM 这个模型，也就是基于 RNN 这么一个循环时间网络的一种这个模型，然后它是可以去识别文字和语音，所以也是算是在 NLP 领域有一个深度学习的这么一个突破。那同年呢，这个 IBM 发明了这个 Deep Blue，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第一个超级电脑击败了这个全球的这个国际象棋的这么一个冠军。那这之后呢，也就是到了2000年，2000年的话也算是 AI 进步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那很多朋友都熟悉当时的这个 Y2K 那 Y2K 也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意义的象征。当时大家都很担心这个到了2000年的时候，因为很多计算机它program 的不是说都是在19几年，所以到2000年会不会整个它的这个就是日期会不知道应该是2000年，而是重置到1900年，所以当时这个 Y2K 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公众呢，当时对于这个 AI 的关注也越来越高，媒体、然后电影以及电视剧呢等等都展开对 AI 的这个未来的走向的想象以及辩论。那大众呢也对 AI 貌似有了更多潜意识上的了解，然后变得不再那么陌生。那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本田也就是将这个 ASIMO 也就是 ASIMO 这个机器人，然后公布于世，它是一个类人的这种机器人。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斯皮尔伯格的这个电影 AI 还上映，然后描述一个比较反乌托邦的类人这种儿童机器人，关于对这种 AI 伦理的一个思考。那2002年的时候呢，这个 iRobot 公司发明了第一个自动扫地机器人叫 Roomba， 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个就自动扫地机器人。那这之后呢，这个2004年，然后这个 NASA 美国的这个宇航局呢，发明了2个这个 Spirit 和 Opportunity 这个火星车，就是 Mars Rover， 然后可以登上这个火星进行自主的这种探测，也就是算是机器人的一个探索。那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就是李飞飞，可能很多朋友都清楚和知道。那他们的团队呢，当时开发了这个 ImageNet， 也就是标记，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标记过的这个图片的一个数据库。那它主要是用来辅助对这种机器视觉的这个目标检测与开发的一个研究。那到了这个2009年的时候，当时谷歌也开始秘密的开发这个 Waymo 自动驾驶，然后并在2014年的时候通过了这个内华达州的这个自动驾驶测试。那呢，这之后呢，其实就是迎来了 AI 的一个怎么说密集的这种呈指数级的就是迸发式的一种发展时期吧，就是2010年到现在。那 AI 的这个突发猛进呢，其实随着它这个技术的不断革新，首先是这个计算机算力的这个变强大，然后这个芯片技术的发展，然后再加上工业进化的这么一个加速，以及移动电子设备以及互联网的这些科技的不断成熟，还有是机械还有硬件这些的升级然后电子电器，然后最后是科学研究的一些赞助，以及这些各个大的这种大公司的出现，然后他们有这么多的资源去来赞助就是科学界以及商业的应用和 AI 的落地。
那这时候呢，这段时间呢，计算机科学家，然后数学家、统计学家、物理学家等等各个这种科研的学科，其实都在融合的去发展，然后有很多 cross discipline 的这种合作。那再包括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进展，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体量的发展，然后让科技渗透到了全球，然后包括数据啊、AI、工业、制造业、供应链等等，都成了这时代的一个焦点。所以呢，2010年至今 ，AI 的这个研究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然后强化学习等等，都有了显著的这种进步以及应用的落地。那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ImageNet 就刚才提到的李飞飞的那个团队，他们开发了一个叫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 也是一个挑战赛，然后让不同的这个开源的各种各样项目，然后来去在这个就是图像识别上进行更好的一个挑战和研究。那它成为了每年基于目标检测的这么一个竞赛。同年呢，微软当时也发布了那个 Xbox 360，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玩过，就它有一个 3D 的这种相机，可以识别人类的动作，然后去玩一些有意思的游戏。那2011年的时候呢，苹果就是当时发布了这个 Siri 最早的，然后成为我们 iPhone 的这个手中的这个 iPhone 的助理。那2012年的时候呢 ，Jeff Dean 和这个大佬这个安朱恩就是吴文达，然后他们以前是谷歌的科学家，然后训练的这个大型神经网络可以准确的识别1000万张这个猫的图片。当时，对，这也是算是在这个机器视觉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2014年的时候呢，亚马逊同时也当时推出了这个 Alexa， 与这个 Siri 相似。那在这段时间呢，基于数据科学以及软件开发的这个从视觉、语言、博弈相关的这 AI 呢，以及深度学习网络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谷歌当时收购了这个 DeepMind， 然后打造了这个 AlphaGo， 然后赢得了这个世界的这个围棋冠军。这也是当时另外一个巨大的 event， 其实堪比现在我们在看这个生成式 AI 这段时间这么一个 hype。当时AlphaGo 的这个打败人类，包括还有那个 Dota 2赢那个我忘了当时那人叫谁，也是一个世界冠军。然后其实这个还是蛮轰动的。对，同年的2015年，当时 OpenAI 也创立了。那个时候是 OpenAI 最早的时候包括在 Elon Musk， 然后现在的这个奥特曼以及其他的好几位投资人都参与到在这个过程中创立了 OpenAI。对，那其实众多这个科技公司呢，当时也开始进行了资金和研发上的这些支持，然后从自动驾驶到这个智能家居的 IoT 然后语言识别的这种 chatbot， 然后飞行器，还有 AI 的这种推荐算法，机器学习的数据分析，然后再到大数据、数据湖的这些建立，结合其各类这种产品呢，当时就慢慢的已经开始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那2016年的时候呢 ，Hanson Robotics 当时发明了这个机器人 Sophia， 这个可能当时在媒体上也是经常报道。这个 Sophia 呢是可以拥有与人类同样的长相，然后它可以通过图像识别展现不同的这种表情，然后同时能够与人进行这些交流。那2017年的时候呢，这时又来到一个转折点。2017年的时候 ，Google 发布了这个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也就是 Transformers 这个深度学习的框架，然后它是被发明出来了。这个也是一个 game changer， 然后它是进一步这种变革了深度学习的这个领域然后谷歌一直其实是在 AI 领域有非常深刻的这些研究的，包括开源这个 TensorFlow， 然后吸引招募了世界众多充满才华的这些科学家来共同就是说去研究这些 AI 的应用。那谷歌发布这篇论文其实也是后来 OpenAI 的这个 GPT 的这个基石，那都是利用这个 Transformer 的框架，然后去进行了语言模型的开发。那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谷歌也发布了 BERT，这个 BERT 呢是一个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大型语言，它是用在了谷歌搜索里面，然后当时是用来就是说让谷歌搜索更好理解人们在 search 的时候输入的那个想要的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这样的话可以给更相关的这些链接和结果。当时呢，其实那这几年呢，就是这个 OpenAI 呢也一直在各类领域的这个 AI 去来进行探索，包括我们熟知的像 AI 生成的艺术创作然后有那个 DALL-E 的那个模型，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开源项目，比如像 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 也其实都是基于2015年研究出的这个叫 Latent Diffusion Model， 叫 LDM 的这个模型，然后去基于这个不同的图像，然后去生成新的这个图像，然后人们可以通过仅通过这种文字的这个 prompt 就可以描述生成画作创像，然后或者是像跟这个 ChatGPT 这种去来大语言模型进行沟通。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马上就是应该会正式去 launch 的这个 Google 的 Bard， 然后它是基于 Lambda 这个语言模型，其实都是最底层都是来源于这个 Transformers。所以这边其实这10年的发展呢，10多年的发展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的框架，然后以及计算机的这些 tools 工具，然后供这个数据科学家，然后以及软件工程师们去用，然后在这些 AI 的 community 里面支持大家去做各种各样的研发。这些框架的出现也都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包括科技公司的这个算力软硬件的这个不断创新，包括云服务，然后让这个计算成本变低，这些都是 AI 可以走到今天这步的一个基石吧，算是。对 OK， 但总而言之呢，其实我们看一下，就是刚才我的介绍来讲 AI 的发展呢，其实它并不是一时的这么一个进发，而是几十年甚至是80年的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创新。那至于为什么 ChatGPT 的出现呢，一下引起了这么大的水花，其实是因为我觉得 ChatGPT 对于公众的这么一个开放的策略。那类似的这种研究以及 AI 模型，其实在最近几年一直在发展。然后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Lambda， 然后包括其他一些就是开源的模型，但是他们都比较就是留在了这个科学的这个技术的这个 community 里，它没有给大众的这么去公开出来。那机器学习的像这个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还有机器学习的这种 MLOps， 然后各大公司的云计算集成，然后这些 pipeline 以及自动化的云服务，一直都有新的东西出现。那只不过其实大部分我觉得是停留在技术和科研社区中。那 Google 其实早在2020年的那个I/O 大会，不是刚才我说过，刚才用在 Google Kitchen 上的那个 Lambda 大型语言模型，它其实可以算是这个 ChatGPT 的一个孪生兄弟。那只不过就是由于谷歌呢，它对于 AI 的这种应用，这种大公司对于 AI 的应用以及公开有过多的这种商业风险的考量。那因为比如说有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就是比如说如果 AI 它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回复了一些不该回复的话，那它的这个 PR 就是压力会非常大。那包括各个这些大公司，其实像 Facebook， 然后 Amazon 应该之前都有 release 过发布过 AI 的工具与产品。那很多它面临这种社会压力，就没法继续这个发行下去。那可能会对这个 AI 带来对公司带来一些负的这种影响，所以他们还是以一个就是 closed beta 的这么一个感觉存在于就是社会中。那但是呢，最近其实也算是到了一个 AI 的发展的一个密集与活跃的时期吧。然后开源社区对 AI 的研究呢和应用也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那 AIGC 也就是 AI 生成的 content， 也是这2年逐渐成熟，生成这种令人炸舌的艺术创作。那 ChatGPT 的模型呢，正如前面介绍，它并没有比其他的科技公司多年的这种研究成果高出多少。但是重点呢，其实在于 OpenAI 采取的这种不同的策略，让公众呢首次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和感受使用，然后 AI 与它进行互动。然后呢 ChatGPT 的出现呢，其实我也并不认为是有那么颠覆性的一个技术革新，而是它打破了目前科技行业的这种一个既定的格局，然后让逐渐就是趋于停滞的这些科技行业又开始了一场这种新的博弈还有竞赛。那 ChatGPT 也是一时这种热度，接下来呢发展呢，我觉得可能会恢复一个稍微平缓的阶段。然后呢，除了技术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有待人们各界去重新定义与去解决。那我觉得固然有些职业或者工作可能会面临淘汰，但这并不是并不是不常见，对吧？就即使不是 AI 的话，随着社会的和科技每天的发展，其实也有很多工作被不断的这个替代和更新。所以只有时刻的去这种与时俱进的学习与成长思考，那拥抱变化，然后去调整。
那我们总是还是可以走在前面的。所以我们看右边这幅图，其实这幅图的话是根据这个近几十年出来的不同的这种模型以及概念，然后 AI 相关的概念，然后来去画了一张图去总结。那我们可以看出来AI 的发展是一个不管是从 vision 就从视觉、游戏画画创作，然后语言模型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模型它的这个发展其实从1940年、1950年左右一直到今天，其实都是一个呈指数级的这么一个发展。那尤其是就是2000年之后，10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内，有多少的模型都出现，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去就是干很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些 AI 的这个应用也是呈指数级的这么一个发展，所以在未来我们也可能会看到更多。那但是呢，也是非常的 excited，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就是不断的这么去研究吧。对，那今天这是我们第一期的这个视频，主要讲一下 AI 的一个回顾 AI 的历史。那下一期视频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AI 的一些定义，然后它的技术原理，以及这个生成式 AI 的不同的这个未来，以及它的一些目前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谢谢大家，不要忘记like和 subscribe 我们的视频。